许知远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漂泊的、世界主义的，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而且还是怀旧的。他说他要给100多年前站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转折点上的中国的几个人写传，梁启超是其中的第一位。他还说他愿意用他的后半生都扑到这个写作计划中来。当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儿或者一个人性命以赴的时候，他一定是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重量。在我们这次谈话中，你也许能够感觉得到，其实许知远并不仅仅是在书写梁启超，或者是书写100年前大变局下的中国人，他写的其实也是今天的我们和他自己。先说这本书哈，很难得的，最近我竟然把它每一页都看了。我其实看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哈，因为你也跟我讲过，就是说你好像找到真爱了，就是准备写梁启超3卷变5卷，然后完了还有李鸿章，还有林语堂，然后你还那天信誓旦旦的在望京跟我说，写完了也到80了，这辈子也有交代了。我感慨在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一个作家如果想，这是很大的投入，对吧？他等于几乎就把他后面最黄金的精力和时间全投在这儿。我感慨就是说，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就是说你想好了没有？就我想问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可以操作很多话题，对吧？你可以写很多东西，对吧？忧伤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不想提，可以写各种，可以写当下。可以写国际政治，但为什么就是说准备把下半辈子交代到这样的历史话题上面去？对，我也后悔了。对，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夜晚，我突然大概几年前，我非常的心潮澎湃。那时候我刚刚写完第1卷，因为当然刚写完第1卷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然后那一刻，因为梁启超是一个19世纪到20世纪过渡性的一个人物，然后我在不断书写他的过程中之后，你必须要回溯往昔，然后包括他也是一个非常预言性的人物，他的《少年中国》也好，或者《新中国未来记》也好，是预言了很多中国未来的一些变化，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他是个非常具有延展性的人，而这个延展性的过程中，我就突然觉得。我想探究的，好像慢慢的变成了我就是等于年轻时候我们都会读唐德刚的作品嘛，他会讲我们要穿过历史的3峡，大概他是从19世纪早期，大概2个世纪左右。我突然想，我能不能找到那几个人能够代表分别不同的时代，然后能够描绘出这个过程来。然后可能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还怎么就忽然想起来，我能不能处理一下李鸿章？李鸿章正好是出生在1823年，然后这个是一个最后的王朝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怎么说余晖的时候吧，而且是权力的代表。对，余晖。然后对他是什么？他是一种，比如梁启超是一个 idea 的代表，然后他可能是一个 power 的代表，就是他作为一个 power 是怎么开始运转的，而且他是一个。不仅是一个读书人，梁启超是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他还是一个，那个李鸿章还是一个要进入这么多洋务啊、国际关系这么一个人物。然后后来我想，我一直对林语堂也感兴趣，他对我来说，梁启超是李鸿章是1823年出生，1901年去世，是中国最屈辱的时光。他完成的好像是一个。漫长的19世纪吧，漫长的19世纪的结束。然后这个时候我又觉得，那谁是来20世纪呢？20世纪很多代表人物，然后你可能说鲁迅呐，或者胡适之各种人物，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林语堂有一种情有独钟的一种东西。他出生在1895年，然后他是一个传教士的家庭，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是面对的就是一个他在西方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个环境之中，所以他是对中国是一个慢慢的重新寻找的过程。结果他的一生成为了对中国文化现在英语世界最大的一个诠述者。然后他1976年去世，
1976其实等于是蒋和毛都同时去世了，然后等于20世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竞争包括实验也开始消亡了。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林语堂代表的是一个 identity，等于是 power idea，identity，然后这3个东西也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到这个，我就非常非常兴奋。突然你的逻辑就自洽了。对，但是我发现喜悦起来了。对，然后我你70几年的我忘了，我不告诉你。行。我正好1976年出生的嘛，然后我想我写完他们这几个人，我就可以写我的回忆录了。然后我想，我想那个时候中国怎么也穿越了历史3峡了。哦，你从这儿来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可能你通过不同的人，你是看出这些变化的。对，所以其实你选这3个人，其实都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头的那一段的，就是那一段，应该也是中国从一个古代社会吧，开始突然走入到现代化的时候。这个转折点为什么对你那么有吸引力呢？就是因为唐德刚的那个历史3峡。我觉得就是好像有别的什么价值，或者我好像就对那种转变的时代特别感兴趣。然后这种转变，因为人在转变的时代会释放出一种非常的一种能量。对，我就突然想补充一下，因为在写第2卷的时候，正好是其实疫情期间嘛。第2卷是梁启超开始流亡的时间。其实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家里面，其实是一种内在的 inner exile。inner exile 的时候 包括 exile 和 inner exile 都是有某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就是你可能变得更苍白，更脆弱，然后还是说你可能变得更丰沛。然后把这种受困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力量。有的人可能在面对 inner exile 的时候，他创造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心世界来对抗外界的无力。然后像梁启超，他在面对 exile， 他1898年被迫要逃到那个日本嘛。然后因为我们过去想象的历史书写，就是他到日本继续办报啊，继续写书啊，然后运过来之后。然后运到中国去，然后启蒙了年轻人呢，完全不是。他在海外大部分的时间就到处在串联，到处在旅行，到处在募款，到处在办杂志，然后开酒店、开矿山。就是他和康有为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在1899年在1899年至1912年。到1910年左右开始逐渐失败了，内部的纷争出现了，大概有10年时间。梁启超和康有为，梁启超创造这个保皇会，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华人的一种商业组织，不仅是华人，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商业组织之一吧。要不然你无法去支撑这么大的一个系统在运转。他们在墨西哥有很多的矿山。然后他们在 Chicago 有非常豪华的一个酒楼，在纽约应该有旅馆，好像在香港是有旅馆。然后在东南亚经营，在平壤经营这种米铺、大米的交易。然后最重要，他们在全球各地有报纸。当时他们大概有几十份的保皇会的报纸。所以我们现在想想万木草堂，老想他们在一起，好像是做学问各种，他们是一个非常高效运转，当然也经常错乱不堪的一个像一个政治商业的机器。康有为把自己的学生会派往各个地方去运营各种的事务。他们昨天还在一起读叫什么孔子什么伪经考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到处去，然后立刻就变成学校校长。这还比较顺理成章，然后立刻变成商务公司的负责人。然后我真是在读他们的信件，大量信件的时候，看到里面都是一种怎么说，关于财务上的争执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全是这样的东西。这比我们小时候在历史教科书里面读到的康梁丰满了很多呀。对，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 surprise。
包括我为什么本来讲纽约，就是今天昨天晚上喝多了被你弄的。那个说纽约为什么有意思？纽约我都忘了说细节我真的都忘了，因为我想不出，因为你们想得出来梁启超见过 J.P. Morgan 吗？因为你很难想象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我来这 Asia Society， 你知道1898年在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Asiatic Association， 当时叫亚细亚协会翻译成。1898年到1937年，它怎么出现呢？就是应对美国正在成为新的全球业的制造业中心。它有很多商品，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么多托拉斯了，他们叫 Trust， 他们当时托拉斯了，有这么多产品要外销啊，石油、美孚石油公司各种东西，他们要中国市场，他们发现中国市场成长得非常快，亚洲市场，所以等于一些商人，包括其中一个人物柔科义，后来成了驻北京公使，他们就要创造这么一个组织，然后等于是鼓吹推动对华贸易，有点像商会。对，然后包括他们特别希望在对满洲的一个重新的开发。这越听跟今天有某种程度上的隐喻哈，就非常像。就为什么包括我们过去，所以历史经常会让我们非常 surprise， 就我们想象的政治流亡者是非常的沮丧、郁闷呐，各种。所以但是梁启超到来都是要见各种各样的人物，因为这些美国人也非常的naive啊，就是他们想哇，因为他们始终中国市场是神话呀，那个时候是4亿人，每个人买条裤子是什么样子，每个人买个羊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们一想哇，梁启超他对梁启超也充满期待啊，哇，这个人可能是未来中国的一个领导者呀，我跟你要变成某种关系，所以 J.P. Morgan 为什么要见他？因为他代表一种 future market。巨大的 future market， 包括罗斯福要见他，都是有这个其中国务卿对，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到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少被描述，而且又其中有很多华人的领袖啊，就当地，比如当时的保安会一个著名人物叫赵万胜嘛，赵万胜这个人物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是吧？但是我都忘了他是哪页了。你肯定找不到。哎呀，反正你现在知道吧？慢慢再聊去吧。但这书是你写的是吧？对，感觉那天我读，一个老师跟我讲完之后，我特别释然，我发现我是这样的人。我问了一个老师说，那个王国维是怎么做学问？那他做了很多事情嘛。他说王国维做学问的方式就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就忘掉了。对，反正你写完了你就忘掉了。我发现后来我发现我尽管我没有这些学问，但是我做事方式有点像。没有，就立刻就忘掉了。你有同样的乐趣，因为你经常别人会引用你说过的话，然后你忘记了，然后完全忘掉。我操，说的真好。对，你经常这样啊。但是我给你浇点凉水哈，就是说这个虽然讲到历史那么兴奋哈，康梁怎么样的，什么李鸿章啊、林语堂，每个都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其实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有问过杨辉松嘛，我就说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历史失效的时代。对吧？就历史对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在快速示范。你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每天就打开手机看到那些 breaking news， 就会觉得我操，这难以想象，对吧？所以那在这个时点上面，花这么大的功夫做历史，那还有什么价值吗？对当下，你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来听这些，他们就是你长得帅呗。Perhaps 男生笑这么大声，你继续。慰藉吧，我觉得他提供很多的慰藉，就是这种，每个人的慰藉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 A 和 B 或者 C， 他都做瑜伽也可以啊，做 meditation 都可以。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它让我活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面。然后在这个时空里面，其实你获得了很多自由啊。然后，而且别人的困境，你自我的一些困境，可以放在更大的时空里看，它都不算一个很大的困境啊。那你讲讲，你具体讲讲，就是左手开始写梁启超，你自己想解决你个人的什么困境呢？就是新闻业干不下去了嘛。
这个说起来咱们都得抱头痛哭啊！你继续。没有，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动手也不太行了，10年，然后那时候也开始创业，对，反正我可能那时候面对很多自己都不会做的事情，然后我误以为去做一件自己更会做的事情，结果做的时候我发现这也不是我特别会做的事情。我本来这计划就是3年左右就写完，他就做一个交代，写个完整的书。就3年之后也没动笔呢，就刚刚开始动笔，然后用了5年才写完第一卷嘛。然后其实写完第1卷的时候，然后我就好像趁着一种热情，赶紧就把第2卷写出来，就因为别人都觉得你不可能再写出第2卷了，因为你已经用完力了。大家都觉得因为你没有耐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没有什么耐心啊，我各种就会对别的事情吸引好奇心。我要证明我是有耐心的，我就去写了第2卷，第3卷彻底垮了。然后我就陷入了动摇，我真的要写第3卷吗？但是你这书后面已经把后面这5卷的标题都出来了，对吧？对，争辩、共和、学者，你不觉得这标题很美吗？就是很美啊！我当时，所以我不相信，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老许，难道他有这么深远的全盘性的思考吗？就是你完全不了解有的人可以永远不生活在此刻的，就是当你知道你 fantasy 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美好，就是当我享受这个5个题目就5卷的题目的时候特别开心。要交付的时候发现不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到时候再说吧。然后包括你说我要写这3个人物，李鸿章，包括林语堂，也是这个本身这个概念让我特别兴奋，但真的到底怎么实现，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得靠很多即兴的，反正就每本都可能是最后一本，对吧？大家逮到了就赶紧买，老许可能转身就下一本再说了，对吧？对，但是我可能有另一种持续的长情吧。是什么呢？我写完了第2卷，我正在写第3卷啊。对，你好棒，好棒。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段讲梁启超的时候，我就特别乐。其实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东干这个，干那个，对吧？然后筹款也筹不来钱，对吧？还被康有为给骂。然后特别沮丧，最后他终于找到他的能力，就是办报纸《青艺报》嘛。突然发现，哇，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哈！就是他注定就是个文人，他就是个报人，然后他就干这个事儿是绝对是开挂的，干别的事儿都是茫茫于众人的。然后我当时一下就想到老许，就是说你也是连续创业者，当然你唯一还没当过革命者，然后也创业，然后也干这个媒体，然后对吧？这各种结果其实还是到最后还是个写字儿的，对吧？你觉得呢？梁启超他始终耿耿于怀，就是他不喜欢自己成为一个写作者，而且他把自己写作这方面看得很轻。对，但是他又特别牛逼在这块儿，这人歧视自己的天赋。你呢？没有人会喜欢，就是真正的安于自己的天分。你也是这样的，是吧？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个好问题啊，没想过这问题。但是我总是会去希望成为另一个自己吧。我总不希望成为此刻。好奇心。就像我可能那天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你说来讲什么？因为我想在纽约，我就随手可能就发一个题目。当我说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完全丧失了兴趣。然后我就在认真的准备这个题目，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地方，我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我好像总在等待一种意外，就是他即使是个确定的事物，我也是希望他是意外的方式到来的。是的，他如果是一个确定的方式到来，你就对我来说就太无聊了一件事情。对，所以刚才他坐在后台，突然说能不能放段音乐？然后我说好吧，你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我们的那个IT 部门 Oscar，Thank you so much， 然后就把他临时喊过来说要放段音乐啊。对，我想，因为我本来因为这个手机实在是没信号着，就是因为我就忽然想起，就梁启超为什么这 Ragtime 的时代，那种有一本书写的非常好，叫 Ragtime，
Ragtime 吧，类似，他就写当时一本小说，好像，但是他有很多事实，就亨利福特把这些 J.P. Morgan 这些人都放在一起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情画。他是60年代一本小说，写的非常有名。所以我忽然想起这本小说，对我来说，历史是一个非常多时空在一起的。比如说，他经过那个 New Orleans 的时候，其实这个 Louis Armstrong 其实已经3岁了，好像，刚刚出生，而且他应该在同时期，他应该跟他街区，梁启超住的地儿很近的地方，就应该就是那个大诗人 T.S. Eliot 住的地方。我特别喜欢这种时空的并置。而且为什么我觉得历史跟我们完全就是相关的呢？就完全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很多空间的回响里面。就是你们在此刻碰到我，或者说今天在此刻你此番的想法，完全不是说此刻的，是各种各样的往昔，包括你对未来的想象之间汇合的。你在脑中的这一切，是各种 echo 的。各种那样的 echo， 这个 echo 可能是你读的某个片段，一个17世纪的一个诗人的某句诗，或者是你突然听到我刚才这个 Scott Joplin 的那段音乐，都可能的。现在国内流行的身心灵，这叫量子纠缠是吗？反正你反正学的。为什么你们把这个潘春花把这庸俗化能力都这么强？你太有学问了，我得往下拽一拽，我怕他们听不懂。其实你看还对啊，指责观众怎么的，这吓死啊！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你当时跟我说想谈梁启超在纽约，我觉得这个话题我当时觉得挺好的，原因在于，其实这个话题是我这几年特别关注的问题。就这本书的这个标题，我也觉得特别好，叫《亡命》嘛。就亡命，其实大概从康梁开始，还真的就是中国人有了一个传统，就是在国内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就出来找，对吧？而且这本书你自己也提到了，其实康梁，特别是梁启超，在美国、在日本转了一大圈，他接受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正在蓬勃崛起的美国，但是其实他对美国的很多理解是错误的。他的很多对反销回中国的一些社科的理论、哲学的理论、思潮的理论的介绍是囫囵吞枣的，但是这点就特别有趣儿，就是他找到那些答案都是不准确的。但是我后来又在想，我们的历史其实很大时候就是在误解中在前进的啊，这点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因为误读，是一个是误读是文明中间理解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嘛。第二个是你要想到一个转型时代的一个思想者或者观察者，他们脑中是一个非常并置的一个结构的，很多错乱的东西。比如他们像梁启超这一代人，他们面临的不是说一个眼前西方的转变，是西方一股脑向你涌来，而且是时代变化。因为他这是之前还是士大夫，对吧？对，是那种思维模式。对，这好像完全现代化了，对吧？对，就很像，其实比我们大一代人那种改革开放初期，你之前还是各种阶级斗争，突然之间尼采和存在主义是同时涌来的，控制论和这什么未来学全都向你涌来，所以你在过程中你必须要完成一种综合性的人物会变得非常重要。梁启超是这样的一种人物，而且误解一定是正常的。那问题是这种误解不是单方面的，西方看中国也充满了误解嘛。但很多时候，怎么创造一种创造性的误解也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某种上说到你，刚才我问你说写历史最大的对你个人的价值，你说是慰藉是吧？慰藉自己。然后你又提到了在这种历史大变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历史大变局来，其实我们现在也在一个大的变局的，有的人会非常的诚惶诚恐，或者是手足无措，或者是非常的混乱。但是你像梁启超被卷到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是个失败者出来的，对吧？然后他所有的想法都不 work， 他又得找新的东西。但是你就发现这老兄的生命力非常的强盛，他反正囫囵吞枣，我给你创造一个新的一套东西出来，然后又充满了热情澎湃的，哗，全都堆给国内的那些人。就是他就在那个大变局里，你看到他就像一个某种人像一个精神上像一个鲸鱼一样，就是沉沙四起的时候他捕食，对吧？这里面是微生物最丰富的时候，他在那疯狂的在吞噬，然后这个时候梁启超也变化了啊，而且你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比如说他
后来在日本，那真的就是蜕变了梁启超。就他已经不再是给你讲什么四书五经那些东西，他而且充满了各种时髦的词汇哈，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一溜的一大堆的理由是说，今天我们坐在纽约谈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在座除了极个别的朋友，我知道是从国内来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这儿的。那其实他们到这儿来，肯定也受到了各种冲击，是不一样的那种生活场景置换到这儿来。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有趣儿。但是我想问你，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美国是个观念之国嘛，这个以前我们也聊过，就是充满了各种观念。那我们说到你吧，就是当代梁启超。你不要让我亡命，我让你醒醒酒啊，那个让我亡命啊，那个我想问问，就是你到美国来，其实你是对各种观念啊这些东西也非常敏感的一个人。那你到这儿来有什么？其实你对美国也很熟，因为你成长年代就是在这种西风东渐的这个成长下。但是你人到了这儿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让你特别惊讶，或者是没有想到吗？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很具体是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都行，就是02年的时候，采访吧，那时候还对我那时候做记者，刚刚做记者，然后第一次有机会来美国采访，那时候刚刚911不久，然后911不久之后，那也是个巨变的一个时刻嘛，然后但是我心中的那个美国是因为我之前读很多美国的杂志，我在北大的时候就读很多英文杂志，The New Republic、New Yorker 什么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这些东西。然后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哥大地铁路过的时候，我就突然在那个地铁上面的时候卖那个 hot dog， 很香嘛，那好像是有点冷，初春。那种洋葱的味道，然后很香。然后我突然发现那个hot dog旁边是一个那个报摊，就在挂着《纽约书评》这些杂志，我就特别意外，因为这是我在图书馆里好不容易才借出来能看到的，它就挂在热狗旁边，然后跟热狗的香气在一起。然后我当时想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然后因为你知道我想象的知识和食物的香气就可以这么混杂在一起，那还是一个就是年轻人那种很 romantic 那个时刻，抽象和具象全聚合。对，那是我很深的一个场景。现在到纽约还会有这么美好的感受吗？觉得没变。我现在在纽约能吃到很好的中餐厅，我也特别开心。不知道是不是回归了各种，还是有了。不是我在纽约比如昨天我坐出租车，一个摩洛哥的司机来了纽约20年，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儿。他住在卡萨布兰卡，然后说起那个电影，他说It's very old movie。然后我说你们家人怎么样？他说我家人也没来纽约，还在家里呢，有20年了。他将来还要回去。就还是我喜欢，因为这里很多都是异乡人，某种意义上。对，我喜欢纽约那一面，我喜欢纽约的那种 power， 我有时候有点反感，我不知道，就有点杰皮摩根那种，有点本能性的。可能我年轻时候读了太多那种谈论旁观者、少数群体或者那种被压抑的声音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你对 power 有一种好像，或者你没有成为其中之一的羡慕嫉妒恨也可能吧，不知道，就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吧。但是我对那种边缘的声音，他说在哪，在 Queens 有一条街全都是卖摩洛哥的食品，他说到那儿就让，所以我就在想，哇，我要去，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什么过去梁启超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Little Italy， 然后犹太人区什么样子的。就各个这些区，我喜欢那种聚合，他们在一个异乡一起重新生根，他们绽放的是什么？我喜欢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吸引力在哪儿呢？就是他这种漂泊。可能我小时候老是换学校，就骨子可能是在这儿，对吧？对，就是老是换学校。好奇他们的这种
生活体验是什么，对，生命体验是什怎么去生根呐、各种非常有意思。而且这种就是说，对，要不然我对林语堂的 identity 感兴趣嘛。对对，就是他这个 identity 是怎么在这个世界相处。其实你外部是有一个很强的压力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异域的东西，然后你内核要保持自己的东西，但是这种压力一压出来，反而生出来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即便你在 Little Italy 或者是这些地方吃出来的那些菜是很地道的味儿，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变化。他生活在这儿，但他毕竟不是在。对，我这书里面专门写了一大段李鸿章杂碎的由来。李鸿章杂碎，对，它就是一个变种的一个中国菜。对，这个其实对这个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哈，就是说他们永远是对这些非常敏感的一群人。你比如说像当年苏联也有很多逃难到美国来的作家，比如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就是我发现会有几种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就这群体我也非常感兴趣，因为 identity 这个话题我也特别感兴趣，而美国又特别独特啊，它又是一个极其把你和在一起，然后你比如说像当时我读到索尔仁尼琴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特别惊讶，就是说他那么一个人，反而到了这儿来，他并没有美国化，他并没有接触这些，他反而是更加强烈的，就是发生了一种很奇怪的转变。然后呢，我就看我们现在的同胞在这儿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个人的变化都特别不一样。就有的非常接受美国了，他就完全敞开了接受，但是也有很多人就保持完全中国的那套东西，他格格不入啊，显得格格不入。那有些人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就是还是永远那是个故乡，就这真的是五花八门、五彩缤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也让我从这些人身上能生发出什么来着，我也特别感兴趣。但是除了说美国以外，我还想说日本。就其实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更大，而且比起美国，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是更有亲近感的，更有熟悉感的。包括我们中文里的很多的现代的词汇都是从日语过来的。你在日本也开单项了嘛？那你觉得你比较日美对中国反射回去中国的这种精神世界来说，你是觉得他们这两个国度有什么不一样吗？对，因为其实当时中国的学生大量的涌入到日本嘛，一个是日本离中国的距离非常的近嘛，它是非常近，当时来欧美的学生是很少的，而且去日本的学生立刻都会汇聚到东京，非常的聚焦，就跟你们都在这一片一样。但是到美国的学生就分散在这么多不同的州里面去，所以他们是非常分散，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群体的一个效应。所以在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的水平普遍比日本学生高，所以在日本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人数非常的众多。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动机也不纯粹，他们心里他们也并不是我在学日本，他们只是认为日本把西方学的比较好，我是来学西方的，然后我只是在这儿比较容易。日本是个速成的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到了日本之后，这个连速成他们可能也缺乏耐心了，因为到了异域，其实很多情感是很复杂的，就是有时候你是可以对外拥抱世界，让自己变成更丰富的自己。有时候异域的不舒适，尤其一想到，那个时候的那种清王朝，就是整个的，包括当时的整个的全世界吧，那种黄种人本来都遇到了巨大压力，而中国人又被击败那种屈辱感，那种身份上的压力，这种身份压力会使人变得更怎么说呢？聚焦嘛，就是更面对自己的困境，或者更变成一个小圈子。而这个小圈子又很有意思，在当时又是一个没有官话普及很少的，你甚至一个广东学生和一个四川学生都是无法交流的。所以他们又变成了广东学生要在一起，四川学生要在一起，更聚集。但聚集的时候，他们那种身份意识又变得更强烈，就是它变成了一种竞争式的反对清王朝的意识，就是你这个团体，四川团体要激进，我这个广东团体要更激进，就是他们也变成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他们对日本的学习也是一个，因为是要速成式的，所以
那么后来你变成20世纪这么多动荡，其实也跟这些学生、这些日本留学生后来自我反思了，跟他们非常的急躁有很大的关系。但今天你站在东京的街头的话，你感觉和站在纽约的街头，作为一个中国人哈，你会感觉到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精神层面的啊？你觉得？纽约，你觉得是就是还是世界在你身边流动的感觉？那舒适当然东京非常的舒适了嘛，那当然你日常非常的更自在的多嘛。对，我也特别想知道，就当年比如说像梁启超，他转了一圈之后，他也没有想留在这儿，但是他想过去哈佛读书，当时，对吧？他那个就跟我写5卷本差不多，他是个念头。就他从小他年轻就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他要去欧洲读书，学德语，他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对，我看到这些，我写历史很有趣的，我看到这些失败的念头对自我是很好的安抚。我说你当代梁启超，你看真不是抬举你，你自己都往上撞，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我们跟杰出的人的长板不能比，我们可以跟他的短板比嘛。找到共情了这个地方，那就说说我们自己最后一趴。我今天完全被他整乱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应该谈到几点，完全是混乱的。但是没事啊，最后一趴，他说你应该到几点啊？还我看着表呢，但是我忘了我们那个安排是到几点啊？完全被你整的无主题变奏了今天。但是谈一下我们自己吧，因为我们算一辈儿的新闻人嘛。对，然后其实也很感慨。其实你想，当年我们上次也聊过，我们其实是真的经历过，就是当代中国新闻最蓬勃发展，然后热情洋溢，然后跟国际化要接轨，然后一天到晚牛逼哄哄的那个时代。然后但是你现在回头一看，那些人走全散掉了，有的死掉了，故亡了，有的转行了。极少数还在坚持，但是也都变得面目全非了。然后还有大量的人逃亡了，像我们这些人都转出来干别的了。然后但是我从你身上发现了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是真的挺熟你当时的写作，比如在京官的时候，因为都是同行嘛，肯定会读很多。我就觉得你比那个时候的老许其实是谦卑了好多。那个时候，哇塞，那文章一出来，霸气十足啊，拳打脚踢的。现在其实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就我们日常聊天，我觉得这是因为老了吗？还是因为怎么？就我挺好奇的。荷尔蒙分泌下降了是吧？所有年轻的时候，所有年轻的时候不都那个自以为是吗？自以为是其实是一种很虚弱的象征嘛。他需要通过呐喊来表现力量。对，就包括其实我挺喜欢一个观点，为什么当代人这么喜欢创造自己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 image 嘛？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工具来创造各种各样的 image。为什么要做这么，然后这么在乎下面每个人的这个点赞的数量或者别人对你的评论？因为有时候你面对一个这么动荡的时代，你的自我是非常脆弱的，是的，乃至于你要创造一个虚幻的、不断膨胀的、被美化的自我来对抗这个这么动荡或无法解释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真的很难解释的。你说 AI 出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到底，你说这个贸易战打出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就每一个人，甚至还有比如说美国还是不是个榜样呢？对，是不是？对，就每个大问题，其实没有人有任何答案。一切都是似是而非，一切都摇摇欲坠，然后所有都是恐慌的言论。5年之后，你的工作全被取代了，然后经济会糟得一塌糊涂，你们会不断全部返贫，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或者种族冲突会不断加剧，都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语言里，而且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制造了一种恐慌语言的这种市场嘛，一个巨大的一个pool。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那种很平时的这种相对客观的语言来描绘自我的感受和周围的环境了。我们被一种非常夸张的东西左右着，所以你必须要发展出一种很夸张的自我来应对它。但这个结果其实它经常是失调的。因为这个夸张，因为他们都是一种失真的一种状态，
所以那个你本来应该可能不断的去充分建设的自我，反而真的越来越消失了。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要活在一个夸张的一个自我的这么一个时刻吧。而且我感觉那个时候新闻行业特别容易助长我们的那种对自己的妄想。对这个，我就回到梁启超，他后来过了10多年，他看到早期在《青衣报》《新民丛报》写的文章，他说汗流浃背啊，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懂，他一直在教育别人在干嘛，对，而大声疾呼，他就20几岁，你想想，哇，对，很多也是抄袭的，因为大量的，因为当时那个版权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嘛，那大量的日本杂志，是的，他就立刻翻译，有个信息差嘛。就是你突然你手里有 ChatGPT， 别人没有，哇，你立刻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有点像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对，那你回看当年的《经济观察报》，你会汗流浃背吗？所以我从来不看，就不要面对这些事，不要面对，对，过去就让过去了哈。但是其实那个年代，某种程度上你会怀念嘛？那也是一个非常纯真、傻逼呵呵，但是非常纯真的一个年代，会吗？当然会了，谁不会回顾那种？要不然你也不会走到裤子堆里去找救赎，是吧？对，其实，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不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很多黄金时代的？就是我们不是只生活在一个此刻或者我们过去的那个时刻的那个。我觉得我们的头脑、想象力或者妄念是可以非常的充分的逃离掉眼前的自身的生活的。你可以活在，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我每次写不下去就有那种不恰当、不切实际的那种例证，安慰自己。当年那个马基雅维里就会说马基雅维里不是白天还会做官嘛，在意大利。他晚上他就回到那个他要写写作的世界里面去，他又觉得他那一刻他沐浴完之后，他回到那个书桌前面那种，他觉得他是他最可以畅游到整个的宇宙里面去，跟所有的伟大的灵魂交谈的过程。这话我经常安慰自己，但是也不是很多能够也很少的时候能达到，但偶尔是可以有那种感受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写第一卷的开头的时候，那个最后他写完了写他的 prologue 的时候，然后我就写梁启超逃亡的过程，就1898年9月底吧，他逃到了这个，听说谣言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要抓人了，各种，他跑到公使馆的过程，然后在公使馆里跟他交流的过程，还碰到伊藤博文。然后又回到那个流亡会馆，又取了东西再回来，然后跟谭嗣同还见了面，然后最终又逃往天津，在天津最后又怎么上船，整个的过程，就是那天我是从凌晨1点钟写到了可能5、6点吧，我突然发现天亮了，然后可能那天我也喝了很多酒吧，一直在写这个，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幻觉带来的，反正是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跟那个场景产生了关联，我好像真的在跟他逃亡。其实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最强的感觉不是说你去发现了多少历史事实，而是我特别希望我能够真正的还原现场。就我跟我的读者们，我们都能回到。不管是1898年或者1903年，你可以想象 J.P. Morgan， 我忘了他当时那个 house 是在哪个巨大的 building，当时他没有美国纽约没有那么多 building 呢，最高可能几十层，但是没有这么高的 building。J.P. Morgan 当时是权力的顶峰嘛，我在想一个广东人梁启超可能1米6，差不多吧，跟梁朝伟差不多可能，然后我想他可能会讲一点点英文，然后我想他领过去，他也旅途劳顿呢，他一路上也颠簸，然后见他称 J.P. Morgan 是工业界的拿破仑，然后觉得他认为反正是一个是军事，一个是他把当然经济叫翻译成生计界2个行业最重要嘛，他是生计界的最代表的人物。我想他见面，然后是上那个高楼，然后跟 J.P. Morgan 见面，我想那个感情都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又写的时候，比如我跟广东人接触，包括跟福建人接触，你有感觉到其实跟我们内陆人又很不一样。就广东人、福建人是天然的全球化主义者，因为他们很早就那种就是我的亲戚都已经很到处去淘金，到处去往各个地方去了。所以他有很多亲戚都在海外，所以他们也知道一些海外的消息，而他们身上有这种可能天然的，可能内地的读书人各种样，他们有很多可能拘谨呐，或者认为这个读书本身那样的姿态，他们广东福建是很少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种更自在的一种状况，所以你在这点意义上，你可能会更理解为什么是康梁、孙中山他们在起这作用。他们有各个地方有群众基础。第一波是全球化主义者。对，你想。如果是谭嗣同流亡到这里，那不就疯了吗？他广东话一句也听不懂，对，跟当地没法交流啊，全都是烧味，他怎么吃呢？他想吃个也可以吃，但是我觉得心态和 mindset 就这个思维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其实又回到欧阳你之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梁启超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的一个人。就是 open mind， 你刚才讲的，其实又跟你刚才那个讲的一个很相关。你就是一代人，比如我们做新闻业的人，突然慢慢就消失了各种事情。其实你看梁启超他的人生，他1896年开始编《时务报》，就有他的朋友跟他一起努力，他们是维新者嘛。到1898年就是个分野，对，很多人因为这个百日维新失败，陷入了困顿。宋树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棒的维新者，但他们就出于恐惧就不再行动了，而且恐惧经常会进入到内心的，你知道吗？他会梦见朋友的死亡啊，各种样的夜里，咱们都进入梦中那种恐惧。然后，但梁启超在日本又完成了他新的变化，然后在日本他的这种成为一代舆论的领袖嘛，然后他影响了未来的像胡适啊、毛泽东都是他的读者嘛。然后当他回国之后，而且他跟北京的政坛有非常复杂的关系，就他们经常是流亡者，但是他们跟所有的王公贵族都有书信往来，因为这里面其实你感到一种很有趣的一个变化，就是所有的事情里面都充满缝隙，就所有的看起来严密的制度里面都是充满了洞穴在里面的，而且人的主动性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想想我是一开始想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最强的，因为我们这代人受的最强的影响，都是认为历史的规律非常重要，对，哇，这都是历史的力量。但我特别想证明人的主观的能动性，然后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性。你在这里面，你看到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他就通过个人的这种非凡的这种努力，他等于串联起一个巨大的网络。所以你觉得他们在创造历史，而不是这种唯物主义的，它有一个必然的方向。而且一定要反对这点，就是我们不是历史的俘虏。我觉得是我们创造历史，我们即使创造不了历史，我们也可以抵抗历史。天哪，我觉得一个年轻的许知远又回来了。这块我又想最后啊，这时间也差不多，刚才提醒我了。就是我看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慨，就是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梁启超，特别是你这里面提到好几个细节，比如说在美国他第一次尝试看到了电报，对吧？然后坐了电车，可能再过1年半，纽约就开通地铁了。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且这老兄，你看那地图，真的是一个全球旅行者。那是全球化开端的那一段。现在我们某种程度站在全球化的快叫结尾的这一段，也都是一个巨变。我们也对后面那段不知道会是什么。梁启超那个时候站在那儿，他看到了一点影子，那个门半开了一点点，他很兴奋，他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他就在那儿咋呼。然后我们现在站在这儿，我们也很恐慌，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是，但是你也看到在变了。所以我就老觉得这本书是个巨大的隐喻哈，在那个头隐喻这个尾，其实也是另一个开头。然后你又刚才讲到个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最后正好这个问题，我就想问到你，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们看到那么能量满满、生力磅礴的康梁，两个人都是，特别梁启超，而且不断的蝶变自己、蜕变自己，但是回去后来还当大官了嘛？我相信你的第3卷写出来就已经是一个权力者了，那你刚才既然说到了，就是说个人其实在历史上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他可以去
主观的改不到。那站在今天这个节点上，你觉得还会有这样的人物出来吗？然后还有就是说，那普通人他是否有必要具备这样的雄心壮志呢？我们都是普通人嘛，对吧？但那还会这样吗？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历史总是充满 surprise 吧。就是像他一个在1890年还只是一个广州举人，到了1894年他去参加科举的时候，参加会试的时候，赶上了甲午海战开始爆发，一切跟他没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想到突然1895年都出现公车上书啊。当然我刚才说，个人是很可能造就时代的，他们会带来，当然个人也是被时代所造就的嘛，他们是共同发生的。就是比如说1895年的时候，康梁他们一方面看到这个时代的潮流的变化，他们在潮流之中，因为他们是当时反对马关条约那种巨大的愤怒嘛。康梁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舆论制造的机器，他们创造了一个自我的神话。当时公车上书并没有那么多人，而且那现场也挤不下那么多人，还没有亚协这么大呢。公车上书的人，然后但是康有为立刻的变成一个小册子，在上海出版了。舆论事件相当于你们现在从一个角落里面拍了这几个人，说大概有1万人参加了这个演讲，然后拍一个抖音，然后开始迅速的传播，它就变成一个事件了。然后康有为就变成了认为是铭记到了历史上。对，然后当你创造了一个 wave 到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再踏上这个 wave， 再去做另一个 wave 的时候，又变得不一样。这保皇会就这么建立起来的。你想，他们在来到海外的华人跟你们来差不多吧？我们今天每个人的交50美金在走，是吧？但是他不是这样的方式动员。康有为是，哇，他们很有仪式的，哇，上来一个大的 PPT， 他们没有 PPT， 他们是一个画像，他们 P 图，你知道吧？他们上来就是一个，这好像没有了，光绪在中间，对，右边康有为，左边梁启超。他们没有合影的，他们先 P 张图在上面。对，哇，然后这旁边就是一个对联，就类似这样的，然后哇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垂下来那种。它是个 stage 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上来就是先要演讲了，哇，上来之后，比如说欧阳作为一个 local 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地方保皇会领袖，他在这里已经开了8家餐馆，然后各种，当然他觉得苦于没有身份地位，但康有为突然来了，回去之后4品官，等于光绪皇帝复位4品官，哇，那欧阳立刻有了动力嘛，某种意义上，因为这个4品官尽管没有实现，但对于当地人是有很大的说服力了。这个官府就来了，这不就是一个互相的运作了吗？他好卖那个券儿是吧？卖券啊，对，还有各种的你可以去徽章，它就是一套组织形态。然后欧阳想剪一段，哇，康先生、梁先生是怎么样了不起，然后他们俩开始讲演。然后，因为下面都是没有你们华侨当时华侨没有你们有文化嘛，都是洗衣工啊、矿工啊，或者一些老板。他们就要把这一切的历史的事实就要变成夸大，上来讲的问题全都是光绪皇帝惨呐，他被困在瀛台，想喝碗鸡汤，李莲英也不让喝呀，太后对他多么糟糕，就全都是现在看到的《甄嬛传》里面那种剧，因为这种东西特别容易打动人心，你知道吧？哇，下面的立刻就听得慷慨，哇，那一刻关键是下面你们，比如说他是新会人嘛。广东人或者南海人，下面有很多是同乡。我同乡人觉得我当地我来了家乡，我的亲戚一个大人物，他也有与有荣焉。然后利用这个大人物，他又跟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加拿大的社会、美国社会产生新的互动关系，又是一种变化，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么一件事情，共同建构了这个叙事。对，但这个bubble有一天就突然 burst，也会一样的。对，但他建构了这个叙事之后，让大家赶紧交钱，对吧？对，但是大概其中，因为讲完之后，因为大家平时洗衣服也很累，矿工也很累，周末来听完这么一场演讲，或者说一场娱乐，大家还可以互相交流。他们一般租的都是粤剧院，粤剧院，然后完了之后也很放松，都很踊跃情绪，都登记，然后到真收款的时候又都退缩了。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康梁心里面全都在抱怨，说本来要捐1万，最后给了1000。对的，说我在澳洲待了很久之后，并没有一颗粒无收，所以我在看到这么多这么 frustrated 的事情之后，哎，也真的很内心很慰藉的，你知道吗？天哪，完了，这隐喻到自己身上，我们就差与光绪皇帝的合影了。